上下求索，恕我衷肠不回望。似美人兮兮若相，似美人兮月苍凉。我又想沧海来被人伤，故人不及徒留一抹香。似美人兮兮自相，似美人心梦芬芳。世人皆醉平生碎苍凉，鸿飞与我就天人高翔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在这宫里头，你想处死谁，就能处死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姐姐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姐姐心里面最清楚不过了，还需要妹妹我提醒你吗？大王，熊怀派来的使臣已经到了。这熊怀也有向本王摇尾乞怜的一天。大王认为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想必丞相已经有主意了吧？为表我大秦之意，将600里商於之地送于楚国。丞相，你病了吗？开始胡言乱语。请大王听张仪把话讲完。前提是，楚国必须与齐国断交。那熊怀岂不是要失信于天下？臣要的就是这个目的。从此天下无人相信熊怀，无人敢与楚国联盟，楚国便陷入腹背受敌、孤立无援之境。以600里商於之地为诱饵，办法不错，只是熊怀会上钩吗？当年6国合纵，齐楚2国本就心怀鬼胎，暗斗不止，加之田姬从中挑唆，熊怀对齐国就更是厌恶。如今合纵名存实亡，熊怀主动派使臣来秦，怕的就是大王把6国攻秦之罪怪到楚国头上。只要我们加以利用，大王，如果你是熊怀，是要一纸名存实亡的盟约，还是要600里沃土呢？话虽如此，可是那600里沃土给了楚国，实在糟蹋了。大王无需担心，待我大秦将士南下东进之时，别说600里。他整个楚国都在我大秦脚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丞相去楚国走一趟。秦相，我们到了。秦相一路舟车劳顿，还请移驾宫中好好休息。到了。秦相，请吧。你们楚王派人到我秦国求和，就是这么迎接我堂堂秦相的？秦相，
大军派末将千里迢迢前往秦国迎接秦相，此番诚意，秦相应该是清楚得很呐。舟车劳顿这么久，腿脚早就酸了，如何下得了车？哎，恭请秦相下车。丞相此番亲自前来，一路奔波，辛苦了。既然贵国如此有诚意，那我大秦也自当诚意相待。这么说，联盟之事，秦国是答应了。楚国乃泱泱大国，国富民强，能和楚国联盟，对两国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只不过，丞相还有什么顾虑？据张仪所知，贵国与齐国的联盟还在吧？函谷关一战，齐楚两国联合6国合纵，攻打我秦国。如今贵国一边与我秦国搞联盟，一边和齐国还搞什么6国合纵，唯恐不妥。张仪回去便是。秦相稍安，我们这不是刚刚开始商议吗？张丞相，倘若我们与齐国决裂，你们又与齐国联盟，那到时候我们楚国岂不是腹背受敌？请大楚乌听张仪把话讲完。此番来楚，张仪就是为了要打消诸位的顾虑。大军过目。商於之地600余里，秦国愿赠与楚国，以求和楚国结成友好邻邦，万事太平。如果楚国和齐国断交，我秦国不仅愿意和楚国结盟，这600余里封地，双手奉上。丞相此话当真600余里，岂是儿戏？
600里商於土地呀！昭令你，你怎么看？大君，若此时断然与齐国绝交，必然会失信于天下呀！据张仪所知，自函谷关一战之后，六国合纵早已名存实亡。恕张仪斗胆，敢问大军，是要一纸名存实亡的盟约，还是要600里沃土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择日再议。今日只喝酒。来，秦相请。真没想到秦国居然以600里地相赠。以景某看来，秦国这次结盟，真是拿出诚意了。可是他们的条件是，让我们与齐国断交。哎，现在与齐国结盟本就没有什么益处，当初也就是他屈原一人坚持要合纵，结果如何呢？不照样败给秦国了？如果楚国和齐国断交，这就意味着公然背叛六国合纵之约，得罪齐国不说，也势必会遭到其他各国的敌对。为了一个秦国，得罪其他5国，哎，如今的秦国，一国之力恐怕早就远胜于齐、燕、赵、魏、韩5国之力。既然楚国是与秦国结盟，这何惧之有啊？您说呢？国之大事，二位大人比老夫想的更长远。有您二位在，老夫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？妹妹长得愈发像你了。他们都还好吗？好。弟弟整日习武，如今已经有模有样了。妹妹文静一些，喜欢诗词歌赋，整日钻研，乖巧得很。
简无法夫前修习，非世俗之所服。虽不周于今之人兮，愿依彭贤之遗责。常态兮，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余虽好修夸以积积兮，简朝岁而夕惕。亦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丞相，请。上大夫，张仪可就不明白了。贵国派人到我秦国求盟，我王不计前嫌答应了，还派张仪带了600里商於之地而来。我带着这么大诚意来到这儿，你们却推三阻四，你们的脑子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？结盟，我们自然是愿意的，但是让我们与齐国断交，秦相，你这不是要我楚国成为众矢之的吗？这么说，上大夫也不同意我大王的要求喽？哼，你说呢？也罢，强人所难，并非张仪所为。对了，上大夫，此番来楚，张仪准备了一件礼物，特意敬献给大人。
是个明白人，若按照张仪说的去做，一切自会风平浪静。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张仪想拜托大人，说服楚王，答应与齐国断交。还有一件事，张仪想拜托大人。你又想做什么？此番来楚，张仪想带走一件心慕已久的钟爱之物。到底是何物？和氏璧。什么？秦相张仪以600里商於之地，换我楚国与齐国断交。诸位爱卿，如何考虑？大君，我楚国受张仪的欺骗还少吗？此人四处招摇撞骗，毫无信义可言。鄙臣以为，万万不可再轻信此人了。陈大人言重了，这合纵失和之责，难道都要我楚国承担不成？大君，如果与齐国断交，那我们便是公然背叛合纵盟约啊！当年合纵抗秦，各国都各怀鬼胎，草草收场。齐楚之盟原本就是徒有虚名，破裂那是迟早的事。如果楚国得罪了秦国，腹背受敌，那岂不是对我江山社稷大为不利吗？答应秦国也不是，不答应秦国与齐国断交也不是。众位爱卿，你们倒说说，布谷该如何是好？大君，鄙臣以为，不如先答应秦国，取了商於600里地，是否与秦国结盟，再伺机行动。上大夫，张仪这等无耻之徒，他说的话也能信吗？诏令尹严重了，看当今天下，信与不信，那只是一念之间。和齐国的盟约解了可以再结，和秦国也一样，结了可以再解，切不可争一时之气，做违背大楚之利的事。布谷以为上大夫所言有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大君，退朝。
联盟与齐国断交吗？张仪说的不无道理，不古自然会考虑。大军可否想过后果？此事万万不可。慢。说话！大王，苏秦，当日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合纵抗秦，到头来我齐国出兵相助楚国，楚国反倒自己分兵出去。如今楚国为了联秦，又如此羞辱我齐国。我齐国一片赤诚，换来的却是楚国的背信弃义。不错，苏秦，若非当日你怂恿联楚，怎么会发生今日这么多事端？苏秦一心只想天下太平，想取天下之力，一举将秦国歼灭，毫无私心。没想到，却换来千夫所指。什么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私心？你游说各国，行什么合纵之术，就是想当天下的宰相。你满口让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了吗？我齐国本来是东方霸主，如今呢，连被秦国打败的楚国，都敢羞辱我等。别说了，苏秦，你必须以死谢。
他逐出齐国，那还是便宜了他。把他抓起来，囚禁致死！都住口！大王尸骨未寒，大吵大闹，成何体统？苏夏，大王。去，主人再拿些酒来。你也跟我同饮，啊！丞相，人都走光了。都走光了。好，甚好。你如何不走啊？小人随大人来到齐国，又岂能弃大人，独自离开？苏某半世漂泊，游说列国，见过多少军相英雄，他们满嘴仁义两字不放，可谁又能想到，最具大义的，竟然是我的一个随从！来，喝酒。大人，您不能再喝了，您还是赶快离开齐国为好。离开？六国合纵失败，天下已经落入秦人的腹中，我还能去哪儿？可是您不能在这等死啊！大业不成，我唯有一死，别无他求。我宁可一死，也不愿意看这世间纷争。你快走吧。大人，小人宁愿死，也要伴随你左右。我临死还有一仆相伴，我不枉来了此事一遭啊！他们来了，我们喝酒。倒酒啊！来，大丈夫，死即死矣，
节不能丢。来啊！你们既然来了，就进来陪老夫小酌一杯。你们是来杀老夫的。苏秦，你明白就好。老夫此生从未动过兵刃，今日却要死在兵刃之下，哈哈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好酒。好酒！自从那日苏秦和张仪学成下山开始，就知道会有今天。合纵连横，必有一败。大王说得好，合纵的非六国也，乃人心也。日月下雨冬，更迭难休。草与木，生与衰，闻美人依旧。流言四起的风，撩拨清晨一梦。问天可否为民心而见证？浊雨清，美与楼，颠倒众生。赤与蓝，灰与尘，难图芳心。何故逆流而上？何为孤芳自赏？无人知晓故乡，变他乡。乱世而不去，谁可解君意？云游而远去，心却系故里。因一距离扫别愁，醉一时跑过春秋。奈何长路漫漫，上下难求，爱民生计多忧。长夜距离扫别愁，叹一生知己难留。心之所向无悔，终化作灰。此梦若颠沛，留给后人玩味。乱世而不去，谁可解君意？云游而远去，心却系故里。因一距离扫别愁，叹一生知己难留。心之所向无悔，终化作灰。此梦若颠沛，留给后